一大早，村子里传出了好消息，说知青马国庆捉了一只绝品蛐蛐儿。根据这只蛐蛐儿的狠毒出手，人们猜测9次有可能被马国庆捉住了。马国庆是一个南京知青，一个疯狂的领袖项章迷。他收藏的项章多得数不过来，最大的有大海碗那么大，而最小的只有指甲盖那么小。不仅如此，马国庆的收藏里头还有2样稀世珍品，号称夜光项章。夜光项章白天看上去没有任何异常，而一到了深夜，项章就会像猫头鹰的眼睛那样兀自发出毛茸茸的绿光。这就决定了项章在24小时当中都能够光芒万丈。据说在黑夜降临之后，马国庆有时候会把夜光项章一左一右地别在自己胸前，我们的领袖会无中生有地绿亮起来，对着黑洞洞的夜色亲切地微笑。谁能想到马国庆会迷上蛐蛐呢？他在百无聊赖的日子里头说迷上就迷上了。不光是迷上了，由于马国庆不相信蛐蛐是死人变的，他在玩蛐蛐的过程当中还不停地宣讲唯物主义蛐蛐论。二呆一听到马国庆说话就烦，二呆拒绝与他交手。二呆说：“他知道个屁。”马国庆把他新捉的蛐蛐取名为暴风骤雨，不过私下里头人们还是把暴风骤雨习惯性地称作9次。9次身手不凡，一个上午已经击退了4只蛐蛐。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二呆，二呆躺在床上侧过身子又睡了。二呆根本不信，二呆不相信一夜和女人干了9次的男人死后能变成有出息的蛐蛐。9次那样的人活着的时候凶，死了之后肯定是一条软腿。二呆现在就盼着天黑，天黑之后到小老头的坟头上转悠。二呆相信那一只孤寂的蛐蛐才是其他蛐蛐的夺命鬼、丧门星。这个夜晚黑得有点过分，天上没有月亮，连一颗星星都看不见，真是伸手不见五指。二呆的嘴里衔着一根黄狼草，胳肢窝里夹着手电，一个人往乱葬岗走去。走到村口的时候，二呆听见漆黑的巷尾传出了4、5个人的脚步声，他们肯定是搭起伴来到乱葬岗逮蛐蛐去的。这一点瞒不过二呆，二呆决定拦住他们。今夜除了自己，二呆不允许乱葬岗上有任何一个人。二呆站立在暗处不动，就在脚步声走到面前的刹那，二呆把手电对准自己的下巴，用力摁下了开关。黑咕隆咚的空中突然出现了一张雪亮的脸，无声无息，像一张纸那样上下不挂，四边不靠，带着一种极为古怪的明暗关系。4、5个人定在那里，还没有来得及尖叫，二呆眨巴了一下眼睛。这就是说，画在一张纸上的眼睛突然眨巴了，而手电说闭就闭。浓黑之中，二呆听见他们转过了身去，一路呼啸狂奔。他们跑一路叫一路，有鬼有鬼，9次回来了，9次回来了。整个村子乒乒乓乓响起了慌乱的关门声。二呆站在那儿，知道今晚不会有第2个人到乱葬岗去了。二呆无声地笑了笑，慢悠悠地往乱葬岗晃去。走进乱葬岗之后，二呆找到了小老头的坟墓。天实在是太黑了，所有的树木只是一些更黑的影子。二呆小心地匍匐在小老头的墓前，用尽全力去谛听分辨。
可是那个嘶哑和苍老的声音始终没有出现。二呆知道好蛐蛐是不会轻易挪窝的，干脆躺了下来，闭上眼睛，睁开了耳朵。二呆不知道自己躺了多久，似乎是睡着了。二呆一点都没注意到知青马国庆已经站在他的面前了。这些夜晚，马国庆一直尾随在二呆的身后。这个热爱香樟的知青痴迷蛐蛐已经达到了不思茶饭的程度。二呆走到哪儿，马国庆就跟到哪儿。一觉醒来之后，二呆睁开了眼睛，夜还是那么黑，还是那样伸手不见五指。但是睁开眼睛的二呆察觉到浓黑当中有了点异样。二呆发现一块比黑夜更黑的影子站立在自己的身前，有些像人，直挺挺的。二呆的头皮有些发毛，终于不放心了，对着人影打开了手电。二呆的手电刚一打开，对面的影子却伸出了一只手来。二呆的胳膊一软，手电掉在地上，灭了。乱葬岗重新坠入了阴森森的黑，让二呆灵魂出窍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。在强光的刺激下，夜光像章放亮了，比黑夜更黑的影子胸脯上突然睁开了一双圆圆的眼睛，发出骇人的绿光。两眼离得很远，每一只都有张开的嘴巴那么大，咄咄逼人，炯炯有神。整个漆黑的天地之间就这一双绿眼睛。二呆身上所有的汗毛立即竖了起来，而那一对巨大的瞳孔死死地盯着二呆，目不转睛，虎视眈眈。马国庆往前跨了一步，二呆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喊救命，他的灵魂就出窍了，当场变成了一只蛐蛐。二呆在乱葬岗里走了一夜。第二天凌晨，二呆回到村子里的时候，人们意外地发现二呆不一样了。现在的二呆既是一只蛐蛐，又是一个人，或者说他既不是一只蛐蛐，也不是一个人。一句话，他的双脚，一只脚踩着阳界，另一只脚彻底踏进了冥府。